到了晚上，江阳趁着天黑，拎着袋子来到了生产队长家。老六，你这咋好端端的来我这啊？春生叔，我今天上门看看您，是有事想求您。我爹娘这一次回村，你也知道我娘刚做完手术，我爹身子骨也不好，我又不在家里，要在县城工作，实际上家里就留老两口，我也是不太放心。这有啥不放心的呀？你大伯三叔他们都在这里。再说了，咱一个村儿的，要是真的开口让帮个忙，还能不伸手？春生叔，我是跟您商量商量，能不能给我爹娘安排个轻省的活。老六，不是我不松口，也不是我不帮忙，我实际上跟你说，咱村里现在差不多有2000号人，有500户人家，算起来5保户，需要照顾的孤寡老人就有200多人。咱村里残疾人加在一块儿有30多号，手头光是这些残疾人安排都安排不过来，更不要说那些孤寡老人里有一些年龄还小，还能干得动活儿，如果不干活儿就没粮食。咱村唯一轻省的就是牲口棚、打猪草，还有照顾果树林啥的。可是你也知道人多肉少，轮都轮不够。江阳听了这话心知肚明，的确村子里没啥轻松的活儿，地才是农民的根本，想要找轻省活显然不太现实。尤其你要知道咱村子里穷，其他村儿的多少还能跟供销社或者合作社合作，弄个啥加工的合同啥的。咱村子这里路不好走，也没有啥手艺，我是真想不出能有啥轻省的活儿安排。这江春生倒是个人物，这是在点我呢，怪不得能当生产队长。春生叔，你也说人家那是供销社的合同，咱村子里确实也没啥手艺，以前咱村又不是没接过，可是接回来这任务最后完不成，不光没挣回来钱，还倒扣了一部分，最后人人都有埋怨。春生叔，当初这事儿可是你牵的头，你应该知道，这里面可不光是简单的一个合同的事儿。你说的我也知道，可是咱村子穷啊。我知道老六你现在有出息，你在咱村儿里算是头1号的，不光在县城里混得好，听说混的那也是手眼通天，能给你娘在县医院住院做手术，而且全虚全尾儿的回来，那可不是一般人才有的本事。老六，叔不是仗着这张老脸在你这里为老不尊，故意刁难你，你也在村子里长大的，咱这块土地多少算是把你养大了。咱村子的人没见识我就不说，可是叔知道你有那个本事，只要你张张嘴，咱村子里还是能改天换日。看着别的村子都盖起了砖瓦房，人家都娶上了媳妇儿，再看看咱村子2000多号人，光是光棍就有800多号。我当了生产队长已经3年了，可是我心里难受啊，看着咱这村子好好的地方，凭啥就不如别人？我是真的不服这个气。老六，叔真不是为难你，就是觉得既然你能有法子跳出这个农门，你肯定有法子帮帮大家，叔就求求你帮帮大家。全村人领了你的人情，咱村儿人还不得把你爹娘供起来。不得不承认，江春生这话说进了江阳心坎里，爹娘他又不可能带到县城去，住在村子里又担心暗处那只黑手，搞不好突然伸出来，为今之计只能是把自家和大家捆在一起。春生叔，这事儿我得回去考虑，怎么给咱们村打开一条口子，给大家找一条活路。没事儿，你回去好好考虑，这有啥呀？咱们都是乡里乡亲，还能不相信你呀？而且你这么有本事。春生叔，我能想出办法，可是你应该知道咱村是啥样，这办法想出来了，到时候没人愿意干，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春生叔，你得能顶得住这个压力，凭一个人肯定是办不成。江阳回到家里和老父亲彻夜长谈了一晚上，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找了生产队长江春生。我想要帮村里人搞蘑菇种植。这蘑菇种植我听说过，我们县里就有一个蘑菇罐头厂，听说这种蘑菇罐头大多都是紧俏产品，供销社里都不一定能买到，可是人家的蘑菇技术员是从外面的省请来的。我会种蘑菇，而且可以手把手的教，当然前期可以先搞一个实验蘑菇大棚，这样先组织村里的有文化的青年跟着一块学，先把手艺学下来，第一批大棚成果出了，村民们才敢投资，后期再把规模搞大。老六，你说这到底咋弄？你得给我们出招。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懂，具体要花啥钱，要用到啥人，只要你说全村鼎力支持。我看着咱后山上有那么多废弃的窑洞，暂时先把第一批的蘑菇大棚就建在那儿，有那些废窑洞做基础，剩下需要采购材料的话，就能少花一部分钱。老六，你有脑子呀，这地方没啥问题，我就可以决定，今天我就召开村民大会。大家安静一下，今天呢跟大家说个事儿，这个事儿很重要，关系到全村人以后的生活。队长啊，是不是咱村里的又有啥方案呀？不是地的事儿。队长，不是地还能有啥重要的事儿啊？咱村还能有啥重要事儿？刘晓光，你给我闭嘴！成天干活不好好干，偷奸耍滑，一个大男人连一个女人的全工分都挣不来，你还好意思在这里说有啥重要的事儿？队长，你说事儿就说事儿，说我干啥呀？行了，大家都安静一点儿。这一次的事情是这样，江阳大家都知道，人家那可是咱村儿少有的初中生，江阳会种蘑菇。哎呦，江老六居然还会种蘑菇呀！
没听说过呀。老姜，你家老六会种蘑菇，这事儿你咋从来没说过呀？俺家老六本事大着呢，他说会指定会。队长，姜老六会种蘑菇跟我们有啥关系呀？还把我们大家伙儿叫来，咋没关系呀？我把大家伙儿叫来，就是觉得姜老六会种蘑菇，人家也愿意把这技术交给咱们集体。我准备跟大家商量商量，咱县里就蘑菇灌炮厂，只要跟人家厂里签了合同，到时候咱种的蘑菇卖给人家，咱集体上家家户户都能分钱，这可是大好事。咱村儿里穷成啥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家家户户吃不饱肚子，连娶个媳妇儿都娶不回来。队长，你说的倒是在理，可是村儿里要是种蘑菇，那不得花钱呀？我可没钱。你们大家伙儿的意见呢？这种蘑菇肯定要建蘑菇大棚。姜老六的意思是，咱半山腰的那些废弃的窑洞利用起来，咱村儿里的壮劳力出点人工，再搭上一些钱，那蘑菇大棚就能建成。到时候他会带着村里好学的年轻人如何种蘑菇，教会大家技术，这可是个好事啊！队长，你别光说那好听的，你这建蘑菇大棚肯定是要家家户户掏钱吧？你就说吧，你准备让村里人掏多少钱啊？一开始咱们的第一批大棚是实验大棚，再加上有窑洞，我估摸着一家出个1块钱，加上军种各种开销，应该2000块钱差不多了。队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家家户户啥情况，那1块钱够我家过1个月的，到哪儿去掏这1块钱呀？有那1块钱，还不如给我家狗蛋儿扯块布做条裤子呢。队长，隔壁村子那蘑菇大棚后来成啥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人家那还是县里给支援了800块钱，咱村儿里自己这么折腾，那到时候种不出蘑菇，这算谁的呀？是呀，隔壁人家有技术员都没学会种蘑菇，咱村儿就靠姜老六。反正俺是不信，这份儿钱俺不要，俺也不愿意掏这份儿钱，俺也是1块钱能给家里顶大用啊。这1块钱的买多少油盐酱醋啊？俺也不投，俺家1块钱顶了大用了。大家都安静一下，听我说，你们怎么都眼皮子这么浅？咱村儿啥情况谁心里不清楚？有多少人家都几年没给孩子做过新衣裳？有多少人家连油盐酱醋都吃不起？咱们穷不怕，难道一辈子让孩子们也继续穷？现在人家姜老六居然肯把自家的技术交给大家，结果一个一个的想当缩头乌龟，怕掏钱，怕花钱，怕打水漂，活该穷一辈子。队长，你也不用这么说俺们啥情况俺们知道，可是俺们有啥办法呀？可是谁家少了这1块钱能过日子呀？一年到头，俺们家全家加在一块也就能分个200-300块钱，这200-300块钱再去掉化肥，去掉种子，去掉1年的各种开销，最后1年到头连10块钱都落不下。队长，我们也不是不想，就是隔壁村子人家都打了水漂，人家是县城里请来的技术员，都这样，能说姜老六一定不出啥事儿吗？我是队长，我今儿把话摆在这里，今儿说成啥这个事情也得干，哪怕就是这个钱打了水漂，我将春生负这个责。今天愿意掏钱的，以后蘑菇种出来就给他们分钱，如果今天不要掏钱，那么以后蘑菇种出来也跟你们没关系。队长，还是咱们村里的集体经济，俺们不掏钱，俺们也不眼红那个将来挣的钱，将来就是这个金山银山，俺们也不稀罕。队长，俺家实在是拿不出这个钱，不是俺稀罕不稀罕。姜父一看这情况，知道不好，儿子为村里人打算，如果没人支持，肯定大家一会儿全都走光。队长，俺们家出10块钱。果然这个10块钱让原本全部都要走的人立刻缓下了脚步，这10块钱顶的一户普通人家1年的收入。队长，俺家出这1块钱。有了带头的，立刻不少人也动了心思，毕竟1块钱并不多，到后来3两两居然有200个人掏了钱，实际上论起来这200块钱根本干不了啥，可是总算是有了巨大的改变。队长，我再添200，咱们先把咱们第一批大棚支出来，能修多少就修多少，修不了可以等以后，只要第一批蘑菇出来能卖出钱来，看到这利益的人眼红得很，到时候不用你说，家家户户都得上门给你送钱。我也再添100，咱凑个500整。这年头这可不能叫股份制，这会儿真的是叫集体经济，所有都是集体出面，集体牵头，要不然的话这可不好办。